你敢信吗？那个唱亚洲雄风的天后维维啊，曾在瑞典被丈夫威胁生命，汽车刹车被动了手脚，差点是车毁人亡。为了抢回3个儿子的抚养权，她放弃了一切财产，连夜逃回中国。但是20年之后呢，前夫是穷昏潦倒病逝啊，而她独自拉扯大的3个混血儿子呢，却给了前夫最狠的耳光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复盘一下这场夺子大战，看看维维是如何用教育给了渣男最狠的报复。故事呢，要从1992年开始说起啊。那时候的维维呢，是与刘欢并驾齐驱的内地流行乐坛的天后。在一次演出中啊，她邂逅了瑞典的钢琴家迈克尔史密斯，这个大她25岁的白人老头啊，用极致的浪漫攻势啊，瞬间就俘获了维维的心啊。为了爱情呢，维维放弃了国内如日中天的事业，远嫁瑞典，住进了像城堡一样的森林别墅。她以为自己嫁给了爱情，殊不知啊，这是掉进了魔窟。婚后的史密斯啊，彻底撕下了伪装，他是一个极度自私啊、控制欲爆棚的吸血鬼。他控制了维维所有的经济来源，维维赚的每一分钱都要上交。他扣押了维维的护照和身份证啊，在这个语言不通的北欧国家呢，成了寸步难行的囚徒。更可怕的是家暴啊，只要这维维稍有反抗，就会招来拳打脚踢。在3个儿子面前，这个曾经在舞台上光芒万丈的天后啊，活得像是惊弓之鸟。而最让维维感到死亡恐惧的呢，是那次刹车事件。那是2003年啊，这维维忍无可忍提出离婚。史密斯呢，为了霸占财产和孩子，竟然在维维的车上动了手脚。维维开车啊，在这个崎岖的山路上行驶啊，突然发现呢，刹车失灵了。如果不是他车技好，拼死的控制住了方向盘，可能啊，他早就连人带车的冲下了悬崖。事后呢，这个修理工告诉他啊，这刹车呢被人动过手脚。那一刻呀，维维那是后背发凉啊，他意识到啊，这个同床共枕了10年的男人呢，不仅想要他的钱，还想要他的命。为了活命呢，更为了保护3个孩子，维维决定啊逃。但这谈何容易啊！史密斯请了3个保镖，24小时守在家里啊，名为保护，实则是软禁。他威胁维维啊，想走可以，钱留下，孩子留下，否则呢你这辈子都别想离开瑞典。维维被逼到了绝境啊，但是为母则刚，他开始偷偷的收集证据啊，联系律师，甚至在保镖的眼皮子底下策划逃跑路线。在法庭上，面对这个史密斯种种污蔑和威胁，维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。他放弃2人共同的财产分割权啊，放弃了那个价值数千万的豪宅，放弃了所有的赡养费，他只提出了一个要求：3个孩子的抚养权呢归我。史密斯呢以为自己赢了，他觉得一个过气的女歌手啊，带着3个拖油瓶，没钱没有房子，能够翻出什么浪花呀？他拿着钱放走了维维。2004年呢，维维带着3个儿子登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。当飞机落地的那一刻，维维抱着孩子那是痛哭流涕。他失去了一切财富，但他保住了未来。回到北京的维维啊，面临的是地狱模式的开局。她是单亲妈妈，要养3个正在调皮年纪的孩子，而且呢，这3个孩子啊，从小在瑞典长大，不会说中文呢，也不适应中国的教育环境。那时候啊，媒体呢都在等着看他的笑话。前夫史密斯啊，还出书去污蔑他，试图呢在舆论上去毁掉他。但是维维没有时间去哭呀，他把自己变成了钢铁战士。他对3个儿子教育啊，看成是中西合璧的顶级样板。他没有像传统中国家长那样鸡娃啊，也没有像西方的家长那样放养。他把家呢当成了公司来管理。3个儿子每个人都要对自己负责，吃饭、睡觉、学习、玩耍都有严格的时间表，谁违反了那就扣零花钱，没得商量。他说啊，我是你们的妈妈啊，不是你们的保姆。但他呢不只有严格，还有高质量的陪伴与尊重。3个儿子性格迥异，老大维子明沉稳学霸，老二维子睿呢热血硬汉，老3维子星细腻艺术家。维维呢没有逼他们走同一条路，老大爱读书呢，他就陪他去看世界名著；老二呢爱拳击，他就送他去拳馆挨打；老3爱艺术啊，他就支持他去画画去拍电影。他每天晚上都会雷打不动的和儿子们聊天，听他们的心事。在那个没有父亲的家庭里啊，维维呢既是慈母又是严父，还用自己瘦弱的肩膀撑起了一片天。20多年过去了啊，那只命运的回旋镖呢，终于又飞了回来。曾经那个试图谋杀亲戚、抢夺财产的迈克尔史密斯呢，晚年过得是非常的凄惨。挥霍完财产之后呢，他身患重病，身边没有一个亲人，穷昏潦倒。2022年呢，他在瑞典孤独病逝，死的时候呢，甚至连一个体面的葬礼都没有。而维维呢，大儿子维子明不仅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啊，还一路读到了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硕士，现在是一名出色的人类学家。二儿子维子睿呢，同样考入了北京大学，而且呢还是综合格斗冠军啊，简直超模，身材那是好到炸裂。3儿子维子星呢，也考进了北京大学啊，现在是一名新锐电影导演，一门3杰，全员北大，这是什么概念啊？这是多少亿万富翁砸钱都砸不出来的教育奇迹啊！在维维59岁生日那天呢，3个高大帅气的混血儿子啊，围在他的身边，老大给他切蛋糕，老二给他剥虾，老3给他拍照。维维坐在中间，笑得像个女王。这一幕啊，如果那个瑞典前夫在天有灵啊，恐怕会羞愧的再死一次。他当年嫌弃的想当筹码的孩子，如今呢，每一个都是人中龙凤，而这一切呢，都与他无关。他只是奉献了一颗精子，剩下的所有的荣耀呢，都属于那个叫做维维的中国女人。很多人问呢，维维恨前夫吗？维维在采访里说啊，不恨了，因为不值得。他甚至在得知前夫去世之后，让大儿子呢打电话去慰问，这才是真正的格局。维维赢在了哪里呢？他没有把后半生啊浪费在和渣男去纠缠撕逼打官司上，他把所有的能量都用来了投资自己和
孩子。她用20年的时间证明了一个女人最大的底气啊，不是嫁给哪个豪门，也不是拥有多少财富，而是无论身处何种绝境啊，都有带着孩子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和能力。如今的薇薇呢，不需要再唱亚洲雄风来证明自己，因为她那3个优秀的儿子就是她这辈子最雄浑、最嘹亮的作品。这才是对渣男最狠、最痛、最长久的报复。